是不是在过自己的生活，还是在过二手生活？过去呢，我们有问题会问自己的爸爸妈妈，问朋友。现在我们看网上的推荐，我们的经验不再来自于自己的父母和身边的人，而是来自于各种社交媒体。今天这一期，我想再陪你把这个话题讲得更深一点。我是 Coach 天，二手生活。你会不会觉得这个问题很奇怪？什么叫二手生活？我们平时会说二手车、二手书，意思就是别人用过的东西。那么什么是二手生活？简单来说，就是我们的很多决定和选择其实都来自别人。我们在参考，在模仿，在复制，却越来越少问自己：我真正想要什么？现在的生活非常方便，有新电影，还在想要不要去看，结果打开手机，评论就来了，告诉你好还是不好，值不值得去看。想去旅游，去哪里，玩什么，怎么玩，都有人写好了。想吃饭，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口味查看评分高的饭馆。现在所有的事情都有人替你试过了，都有了正确答案，你呢，只要跟着做就行了。而且在你做之前，你就已经知道了结果，你是带着期待去做，不需要思考，也不需要承担风险，听起来很安全，对吗？但慢慢的可能会发现，我们做的很多事情并不是真正自己喜欢的，只是因为别人说好，我们就跟着做了，但其实不感兴趣。这就是二手生活。为什么我们会变成这样？跟着别人走很安心，大家在同一条路上，我们觉得不会出错。我们害怕落后，害怕和别人不同，害怕选择错误带来的后果。社交媒体让我们每天看到的都是别人精心设计后的生活，旅游啊，美食啊，健康啊，学习方法，人生规划等等等等。我们刷的越多，就越觉得自己应该这样生活。慢慢的，我们开始怀疑自己的感受。如果你去看一部电影，觉得很一般，但是评分特别高，你会不会开始怀疑是自己没看懂？或者去一个网红的城市，别人都说好，但是你就是觉得很普通，可是你却不好意思说。这个时候其实就很危险了，因为你正在把这个判断的权利交给别人。有的时候更可怕的是，二手生活不会让你失败，反而让你成功。但这种成功又不是你想要的。新闻里说了一个真实的故事，一位女生非常热爱文学，想读汉语专业，但是她的妈妈和家里人都说这个专业毕业不好找工作，不要学，让她选择了经济专业。她听了他们的建议，但是大学4年
让他过得非常痛苦，他一点儿也不喜欢这个专业。虽然成绩一直很好，最后顺利毕业，也找到了非常好的工作，但是他一直想的是自己喜欢的文学。他说，我好像一直在做正确的选择，但没有一次是我自己的选择。这句话就是二手生活的核心。没有失败，甚至做得更好，但那不是我们想要的。那个时候，我们会突然发现自己活得这么努力，却很空。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，也是我希望你在这里停一下，认真想一想，你最近一个重要的决定，是你自己的，还是别人帮你做的决定？很多学习中文的朋友其实会进入一种二手学习，别人说这个方法好，你就跟着去做；别人说必须每天学习2个小时，你就强迫自己也学习2个小时；别人说每天必须学多少个新词才算认真，你学不到就开始焦虑。但语言学起来可不是比赛，适合别人的并不一定适合你。我一直希望在这个频道里，我不是告诉你唯一正确方法的人，我更希望做一个陪伴者，帮助你理解中文，建立信心。但真正怎么学，怎么安排时间，是你自己的选择。学习本身也是一种一手人生。那我们怎么走向自己的一手人生呢？也许第一步不是做出特别大的改变，而是先把自己看透。当我们准备学别人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可以先问问自己，如果没有别人推荐，我会不会做？当我们觉得别人的生活真不错，也可以问问自己，这是他们全部的生活吗？还是只是我们看到的样子？当我们感到焦虑的时候，问问自己，这是我需要的吗？还是别人觉得一定要有？真正的独立不是拒绝所有的建议，而是有能力去选择。别人的经验很好，很方便，但是我想自己试一试。也许我会犯错，也许我会慢一点，也许我会走弯路，但那是属于我自己的体验，我会真正记得那种感觉，那种感觉是别人替代不了的。拒绝二手生活不是对抗世界，也不是否定别人的经验，它只是在提醒我们，人生没有标准答案。如果有一天我们停下来，发现没有推荐，也没有别人告诉我们什么好，什么不好，要怎么做，你觉得你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吗？我觉得慢一点没关系，不完美也没关系，和别人不同更没关系。重要的是，当我们自己回头看的时候，知道那是我自己的选择，自己走过的路。如果你喜欢这种通过真实内容一起读懂中文的方式，记得点赞关注哦。我会继续陪你用真实的话题带你慢慢理解语言背后的文化和思考。我是 Coach 天，下周我们继续一起把中文读懂。
我们下期再见。